嗨，大家好。时隔一日啊，广州仿佛又回到了艳阳天呐。也可能今天出门稍微晚了一点啊。等我早上现在出来的时候呢，外面阳光普照，虽然气温呢还没有到很高的程度啊，因为毕竟呢，最近一些天啊，还是会有连续下雨的天气预报，所以呢，广州啊，一如既往的处于一个水火交织的这么一个季节。雨下的多一点呢，天气就会凉爽一些。如果连续出几天太阳，那立马呢又会进入一种炎热的酷暑的模式。昨天呢，我更换了一个后轮的内胎。今天早上起来呢，发现啊，后轮的充气还是一如昨天，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而且昨天呢，趁着更换后轮的机会啊，把整个的后轮、齿轮、链条等等呢，做了一番彻底的清洁。也第一次呢，上了一些我上次专门买回来的润滑油。总体感觉还不错啊。今天呢，还是在村里面随意的骑一骑啊，只是呢和我一贯的逆时针的骑行方向相反啊。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顺时针的，沿着起伏湖来做一番骑行。晴朗的天气啊，太阳底下能见度比较高，而且呢，一扫前几日啊，因为下雨气压比较低呢，造成的闷热啊，有点夏高气爽的感觉。刚刚出门的时候啊，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现在的气温呢，应该在34、35度啊，应该不超过35度吧。对于一个短期的骑行者来讲，这样的气温呢，应该是 OK 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迎着蓝天，迎着路上的微风，轻快的骑它一阵。前些天呢，一直在跟大家一边骑行，一边在做牙科保健预防这方面的分享。因为呢，原本我就是这么以为，
为了要坚持一段骑行，以达到健身、提升自己身体健康的目的所以呢，不得不为自己的骑行增加一些佐料。通过随意的骑行、随心的聊天，针对一些事物呢有感而发，除了增加一些骑行中的情趣也多少呢可以和观赏我视频的朋友有一些分享和交流。或许呢，某一些看到的风景、聊到的事物呢，会让朋友们会心的一笑。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总觉得这种随意的闲聊，并非是我内心的本愿，或者说呢，我自己内心来讲，更希望能够有特定的内容，持续的呢，跟大家来做一些能够给大家带来身体健康、增强健康意识。尤其是在自己的牙齿使用和保健方面呢，多做一些分享，做出一些贡献这个呢，也是我力所能及也是有经验、有资格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因为我就是一个长期从事医疗工作的专业的牙科医生。以往的工作呢，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除了自身从事的临床工作以外还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年轻医生尤其是年轻的全科牙医的培训工作。为此呢，走南到北的访问过无数的诊所，接触过无数的牙科医生一直呢也为他们的孜孜不倦那种好学精神所感染。在医生的这个群体里面呢，也积累了相当的一批粉丝。也因为大家的鼓励呢，我还专门通过中国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有关全科牙医的原创的专著。到现在为止呢，销量还不错，已经增印了好多次的版本。虽然呢，因为合同的原因再加上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对这种出版合同完全是一无所知所以呢，在出版之后的10年，等于我的版权呢就归了这个出版社也就是说，我除了一些基本的稿酬，并没有从我的专著获得更多的其他的酬劳。但是对我来讲这不算个事儿，因为做医生的呢，体现他的专业价值的，无非呢就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拥有信任自己的病人，挣得一份体面的临床工作带来的收入，养家糊口。如果你的名声好，你的病人多，那你可以用一个合理的看诊的诊金和治疗的费用呢，来为自己的专业价值做一些增值。但是我们医生呢，绝不可以更多的去通过服务于病人以外的，诸如代言，把精力放在更多的获得奖酬，或者纯粹的成为资本的附庸，来谋求自己获得远超一个医生应该获得的报酬。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医生呢，应该本分，应该更专注于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但是呢，作为一个已经退了休，基本上告别临床的退休的牙医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面对现实，面对自己某些机能的逐渐老化，逐渐的精力不济所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位置腾挪出来，让位给更多年轻有为的医生。同时呢，当然也对这些年轻的同行给予一定的关注和帮助，来帮他们呢能够更快的独当一面也就是说呢，我现在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过好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同时呢，给予年轻的同行们适当的希望呢也是持续的关注，适时的回应他们的一些需求，给予一定的帮忙，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就像我日常当中经常在做的。而另一块呢，也在思考，或者说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一下以往呢更多的时间都专注于自己的临床工作，更多的呢就是通过临床的操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对那些原本牙科医生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做的保健的宣讲、预防的分享，为普通老百姓更宽泛的人群呢，做一些牙科保健方面的释疑解惑所以以往呢这方面欠了一些债，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在过一个轻松悠闲的退休生活的同时呢，也不忘记作为一个医生的责任。但是呢，惭愧的是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或者说呢，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分享都没有能够打响。可能自己呢还没有找到一条很好的跟普通老百姓沟通的管道。但是呢，我会继续的努力，会把它作为余生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不断的来改进自己跟大家分享的方法，逐渐的对齐大家关切的内容。凡事开头难所以呢，我也并不性急，而是会持续的向前推进。也希望呢，有缘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呢，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向我提出更多你感兴趣或者关乎你自己健康利益的，尤其是牙齿保健方面的疑问。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的来回应大家的一个需要前些天呢，主要还是跟大家重点聊了一些牙痛、牙齿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必须面对的拔牙，以及呢，也让大家了解了我们的牙医面对一个必须得要拔除的牙齿的时候，他要面对的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和病人的良好的沟通，最后呢，在拔牙操作的过程当中，严谨的来实施拔牙手术的流程，尽可能的达到微创。最重要的呢是面对将来病人在缺牙区所需要的修复，争取呢早日还病人一个或者几个健康耐用的人工的假牙。讲了几次以后呢，我自己可能觉得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因为以前呢经常是站在一个老医生的角度，和更多的年轻的同行来做分析，对于那些治疗的那些场面或者那个部分呢，可以侃侃而谈。但是现在呢，是面对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好像天生都有对医疗，尤其是说到那些手术拔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换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一个预防牙病清洁牙齿最经济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如何使用牙线清洁牙齿。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呢？是因为前几天我给家人订购的大包装的牙线就是很多盒牙线集合成10几20个的那种大包装到货了。我去蜂巢呢，把这些牙线取了回来。我以前作为一个牙医在工作过程当中，我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买过牙线因为这牙线呢都是牙科保健品公司拿来的试用装拿来让我们来体验一下，有时候需要我们出具一些评价或者提一些意见，以让他们能够改进他们的产品就这种试用装专门送来的礼品用都用不完。那每次呢，我都是分发给亲朋好友所以家里呢存货不多。经过退休以后这段时间的使用突然就发现家里的牙线快用完了。
当然，如果我回到原来的诊所，问同事们去索要一点，也是没问题。甚至只要给以前熟悉的那些牙科保健品厂家打一个电话发一个微信，恐怕很快就会给你寄来。但是呢，人都是一样就是你既然不在其位就不要利用手中还仅剩的一些影响力，再去为自己谋取一些小利我也不屑于这样去做，所以呢，就是自己在网上采购就好。由于牙科保健品的品牌很多，有一些国际大牌，也有国内的一些后起之秀。虽然呢，我们作为一个牙医，可能有个人的感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过很多产品的优缺点。但是呢，在这里呢，请恕我不能对各类产品做出我的评价，也不会推荐哪个我喜欢使用的品牌，或者是名气比较大的品牌给我的观众朋友，以免呢误导视听也有呢利益输送之嫌。我今天呢，只是笼统的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牙线呢，一般有哪些种类？什么时候呢，应该使用牙线来保健牙齿先说说牙线的种类。牙线嘛，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跟我们家里头的那些稍微粗一点的缝线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呢，它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更多的选择了一些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一点，比较光洁，不至于呢会对我们的牙齿，尤其是牙龈造成磨损伤害的材质。然后呢，它就会把几十米的牙线最常见的就是50米的牙线呢，卷在一个小盒里面并且呢会在开口的地方呢做一个非常小的，但是很锐利的一个小刀片，让你能够随意的获得你需要的一个长度。这种牙线呢，应该说不仅是我们诊所，也是我们家庭呢大家经常使用，或者说最常见的一种牙线的款式但是我们在市场上面哪怕你有时候去到一个餐馆，就会发现在餐后的时候服务员会送来一个很小的纸袋。以前呢，这个纸袋里面装的都是1、2条的牙签尖尖的木质或者主质的这些剔牙的牙签。那么因为现在大家基本已经了解，这些牙签呢，它有可能对牙周组织造成一个伤害并且呢，因为它是一个直直的小棒，并不会拐弯，所以呢，可以清洁到的牙面非常的有限。再加上呢，叼在嘴里实在有些不雅。所以现在你很少看到有很多人吃完饭以后还叼这个牙线，跟几十年以前那样，好像自己笨有面的那种时刻呢，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呢，这些年牙医做了很多的这种宣教的工作起码呢，在牙科诊所里面，医生和他自己的病人在做交流的时候呢，经常会把使用牙线、指导使用牙线呢，作为一个交流的内容来跟病人做一些讲解。再加上呢，时尚的推动，以及呢，口腔保健品厂家不遗余力的推广，就使得这个牙线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基本上很少有老百姓对牙线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群存在了。但是呢，大家对一条线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口腔里面，在自己口腔里头众多的牙齿的周围绕来绕去，左右逢源，达到清洁牙面的作用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一知半解，或者呢仅限于道听途说而已。所以呢，很多厂家为了提高它的销量，就进行了折中，把牙线呢做成一种一段一段的连接在一个小小的弓形的装置上
然后呢，就跟像以前的牙签一样，分别消毒包装，以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拆开一包，就能够把牙线呢嵌入到2个牙齿之间，通过来回的拖动，以达到局部清除牙齿表面尤其是前面的牙齿的牙缝之间的那些残留的食物。但是呢，对于后面的牙齿，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有很大的缺陷反而呢，远远不如长长的牙线。我们只要学会了它的操作以后呢，就可以很自如的清除到几乎是所有牙齿各个面。所以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牙医来讲我觉得呢，这种分包装的、无法拐弯的、仅限于某些部位使用的那种牙线呢，并非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凡你愿意稍稍的学习一下，我更建议就像我自己一样，在网上呢或者药店买一些几十米装的，可以随意截取你需要的长度的这些牙线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呢，你就会学会很容易的掌握清洁各个部位。除了基本的这2种牙线的款式呢，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所谓的叫水牙线牙医一般称之为冲牙器，也就是说用一个像电动牙刷一样的装置，里面呢是能够把这个水压增大，通过一个很细的孔呢射出来就像我们洗车的时候那样的比较有压力的一个水柱，来清洁我们牙跟牙之间的一些食物。如果是一些残留的表面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如果不是嵌在牙缝里面很紧的那种纤维类的食物呢，基本上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水牙线呢来进行一种牙齿的清洁只不过呢，它的成本费用毕竟是一个装置，要远远高过普通牙线的成本。不管怎么说牙线呢，作为一种日常的牙齿保健的工具，也是一种清洁牙齿的一种方式它不在乎你用什么样的牙线是用普通的牙线，还是像一个机器设备这样的水牙线。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持之以恒，正确的使用。那我作为一个牙医呢，一般来讲建议如果上点年纪、牙周情况不大好的人呢，每餐饭以后你都应该清洁一下每个牙的牙缝尽量呢把那些残留的食物，尤其是大块的食物呢清除出来。如果不记得或者没有条件因为有很多人白天都是要工作的，那你起码呢在你晚上睡觉以前，你要先用你的牙线把每一颗牙齿之间的可能残留的那些食物残渣做一番清洁，然后呢认真的刷一遍牙齿，上床睡觉。每天保持这样的一种节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基本上可以大大减少罹患牙周病的机会，最大程度呢保健你的牙齿，使得不至于发炎，造成牙齿松动，还有呢各种各样可能造成的疼痛甚至呢未老牙衰。严重的话呢，会造成很多牙齿提前下岗。那么这种使用牙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而且买个10卷8卷的牙线也就是区几十块钱，大概呢可以用个1-2个月应该没问题。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用牙线来清洁我们的牙齿，再配合呢，最起码你在睡觉以前认真的刷一遍牙，彻底的清洁牙线到不了的牙面，持之以恒呢，应该是我认为最好的一种自我牙齿保健的方法。我虽然是作为一名牙医，虽然呢也时常在做一些保健但是呢年龄不饶人，
生理性的牙槽骨的萎缩、牙周的退缩呢，必然呢会造成牙缝的变大，更容易呢造成食物的嵌塞。所以我自己是在任何一个我手够得到的地方，无论是在我的工作的包里啊，在我自己的车里面，在我的家里啊，肯定都能看见牙线，以便呢在需要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犹豫，无需任何等待，随手呢就可以找到牙线，截取一段，立马呢就清洁自己的牙齿。有条件的话呢，立马进行一个刷牙，来加强清洁的效果。其实作为一个牙医啊，保健自己的牙齿啊，也就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妙的工具和方法。只不过呢，因为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具有时刻保健自己牙齿一种理念，然后呢，也看了很多如果不这样做的一种不良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很多病人，没到年纪啊，牙齿很多都移下岗，平时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可以想象啊，对他生活的乐趣，对他整体的健康，乃至呢是否能够长寿啊，都要打一个问号。也基于此呢，我自己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的家人、身边的亲朋好友。现在呢，也把这一份的提醒呢，给到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希望呢，大家多少能够听进去一些。我自己呢，也会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大家多唠叨相关的内容。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记得住、用得好。俗话说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医生呢更是这样啊，个人的健康不如大家都健康，这是一个医生最大的良心。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用牙线来保健我们牙齿的话题，希望呢对大家有用啊。希望大家呢不断提出对于牙齿保健方面的一些问题，让我呢有机会啊，在合适的时候呢，一一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呢，也是跟大家随意的聊聊啊，所以呢，可能并非那么严谨，每一句话呢都有理论的基础、科学的出处，更多呢是健康漫谈，分享的一种理念和大致的方法，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不必吹毛求疵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